清明节，24节气的文化传承，穿越时空的传统与欢乐。今年清明连假是4月3日星期四至4月6日星期日，而清明节是4月4日星期五，与儿童节同一天。准备好迎接这个重要的节日了吗？清明节是24节气之一，又称踏青节、行清节、三月节或祭祖节，位处仲春与暮春交界。您知道吗？它的起源可追溯至上古的春季活动，不仅反映了自然节气的变迁，更融合了祭祖的传统，强调扫墓和缅怀祖先，弘扬孝道并延续家族技艺。清明节的祭祖活动通常延续约20天，涵盖清明前后的日子。作为中国4大传统节日之一，清明节与春节、端午节和中秋节并列，并且在越南、韩国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等地也有庆祝活动。名称清明节，英文 Tomb Sweeping Day， 也称踏青节、行清节，时间公历4月5日前后，春分后第15日。类型中国传统节日，地区中国、东亚、东南亚等华人华侨聚集地，起源干支历法，原始信仰、祭祀文化，活动踏青郊游、扫墓祭祖，饮食祭祖金珠、鲜果、茶点等，意义礼敬祖先，亲近自然。设定地点中国，拜山流程清杂草，摆贡品，拜祭，鸣放鞭炮。习俗，清明节在公历4月4日至6日期间，是个充满仪式感和传统文化的节日。扫墓活动通常在清明节的前10天至后10天进行，有些地方甚至会延续1个月之久。清明节是中国重要的10年8节之一，祖先信仰与祭祀文化是清明节形成的重要因素，它承载着传承信仰、家庭人伦的重要意义。清明祭祀不仅是文化表达，更是感恩先人、密切人情的重要方式。各地节日活动虽不尽相同，但扫墓祭祖、踏青郊游是共同的基本礼俗主题。每逢清明时节，无论身处何方，人们都会回乡参加祭祖活动，缅怀祖先。踏青自古以来，中华民族就有清明踏青的习俗，古时称为探春或寻春，也就是春日郊游，也称踏春。想象一下，在春风拂面的日子里，漫步在田野间，欣赏着春意盎然的景色，是不是很惬意呢？植树清明前后，春阳照林，春雨飞洒，是种植树苗的最佳时机，因此就有了清明植树的习惯。有人还把清明节叫做植树节。种下一棵树，不仅美化环境，也象征着生命的延续和希望。放风筝，清明时节正是放风筝的好时机。风筝又称纸鸢或鸢儿，在蓝天白云下放飞风筝，是清明时节人们所喜爱的活动。你是否也曾放过风筝呢？记得以前人们会在风筝下或风筝线绳上挂上彩色的灯笼，在夜晚放飞，就像闪烁的星星，被称为神灯。扫墓祭祖，清明扫墓即为墓祭，是对祖先的思时之敬，祭扫祖先是对先人的缅怀方式，其习俗由来久远。清明节本属祭祖节，在后世发展演变中才被冠以鬼节之名。古时人们祭祖是为了表达孝道、感恩追史，并不将祭祀自己祖先的节日以鬼节称之。插柳，清明节有插柳的习俗，这一风俗有3种说法。第一种认为，插柳是为了纪念农业祖师神农氏。第二种说法来自佛教影响，柳枝被视为观世音菩萨用来普度众生的象征，具有驱鬼辟邪的作用，因此柳条被称为鬼步木。第3种说法则与介子推有关，传说他为了坚守节操而焚身于大柳树下，晋文公发现树死而复生后，将其命名为清明柳，并以柳枝纪念介子推。拔河早期叫牵钩、够墙，唐朝始叫拔河。它发明于春秋后期，开始盛行于军中，后来流传于民间。拔河不仅是一项有趣的游戏，更是一种团队合作的体现。荡秋千是中国古代清明节习俗之一。荡秋千的历史很古老，最早叫千秋，后为了避忌讳，改之为秋千。荡秋千不仅是一种娱乐活动，更是一种充满活力的运动。斗鸡，古代清明盛行斗鸡游戏，斗鸡由清明开始，斗到夏至为止。斗鸡是一种充满刺激和技巧的游戏，也反映了古代人们的娱乐方式。射柳是一种练习射箭技巧的游戏，射柳不仅是一种娱乐活动，更是一种锻炼身体和提高技能的活动。蹴鞠，局是一种皮球，球皮用皮革做成，球内用毛塞紧。蹴鞠就是用足去踢球，这是古代清明节时北方喜爱的一种游戏。蹴鞠不仅是一种娱乐活动，更是一种古代的足球运动。残花卉是残乡一种特有的民俗文化，过去清明节期间，梧桐、乌镇、崇福、周全等地都有此项民俗活动。残花卉是蚕农祈求丰收的仪式，也是一种充满欢乐和祝福的活动。您会在清明节期间进行哪些活动？哪个习俗最吸引您？
可以留言告诉我。清明时节雨纷纷，杨柳低垂风寒悲。祭扫先人思故旧，缅怀往昔岁月飞。愿君康健乐无忧，珍惜光阴莫虚掷，幸福美满永相随。清明节平安健康。